我直播鉴宝，连线上了户外钓鱼主播，他从鱼肚子里掏出一颗珠子，问我值钱吗？我大惊，这是活尸天珠，快把它扔回水里去！弹幕都骂我红眼病，他们不知道万尸成一珠，没有这颗珠子的压制，水里上万浮尸今晚都要上岸。我叫慕容月，是京大考古专业的学生，也是一个著名的直播网红。闲暇时候，我会在网上直播鉴宝，赚点生活费。这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直播间，镜头前忽然对上了一张兴奋的脸。主播，你快看看，我这是啥好东西？我吓一跳，对面的人离镜头远了一点，我这才看清，那是一个男人。他皮肤黝黑，鼻梁高挺，一只手正捏着颗翠绿色的珠子。快看，这是不是翡翠做的？男人带着笑意，眼神几乎比手中的翡翠珠子更亮。弹幕立刻热闹起来。啊，这不是我生哥吗？原来对面的男人叫李大生，是一个著名的户外主播。生哥理论知识无比专业，但是运气很差，大家都说他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大的鱼2两5。大家笑话他，他也不气馁，总是笑眯眯的，直播间人气一直很高，难怪生哥以前钓不上鱼，感情好运气都在这儿攒着。这珠子冰种帝王绿啊，最少值10几万。楼上的别瞎说，那是小珠子，他这个都有鸽子蛋那么大，切开能搞2个界面，最少也得几百万。看看弹幕上的聊天，生哥眼睛眯起，伸手挠挠头，嘴角咧到了耳朵根。哈哈哈，没有啦，具体什么价位还要请慕容主播帮我看看。生哥把那颗翡翠珠子放在掌心，对准镜头。户外阳光很好，翠绿色的翡翠珠子表面闪着一层油光，仔细的看去，珠子内部有极为细小的颗粒，不过内部结构极为紧密，并且底柱很干净。你弄点水到手心里，把珠子放水里给我看看。生哥听话的掬了盆水到掌心，翠绿色的珠子一入水，要不是因为那抹绿色，就和透明果冻一样，几乎画得看不见。我情不自禁的赞叹，厉害了，老一辈人形容玻璃种都这么说，拿一盆清水把玻璃种翡翠扔进去就找不着了。不过色压种，翡翠里的色会对光线起到阻隔作用，你这翠绿难得还起了荧光，这都不是普通的冰种满绿，而是接近玻璃种，价值不菲呀！哈哈哈哈，真的吗？那主播，这能值多少钱啊？生哥抑制不住的哈哈大笑，弹幕前的观众都羡慕疯了。我是翡翠商，生哥，这珠子我收了，一口价88万。吃，这价格你坑谁呢？生哥，我比他多1倍，168万，够有诚意吧？你报个地址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有珠宝商开始抬价收珠子，生哥的嘴角就没收起来过，我也满脸羡慕，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感觉不对劲，珠子中间有极细小的白丝一闪而过，我猛然瞪大眼睛，只见无数极为细小的白丝在珠子中间游走，犹如活物，满绿的珠子，游动的白丝，脑子里闪过一个传说，我脸色顿时就白了。等等，生哥，你在哪儿钓的鱼？生哥正喜气洋洋的把珠子对准镜头炫耀，听见我问话，他往后退了几步，让我看清整个背景。我在抚仙湖啊，咋了？慕容妹妹，你也想来这碰运气吗？哈哈哈哈，抚仙湖是云南第一深水湖，平均水深达到90米，最深的地方有150多米。在当地，它还有另外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——千年尸库。抚仙湖的湖水格外清澈，表面看着不深，但是边缘地势落差巨大，去游泳的经常有人溺水。有人在打捞尸体的时候，在水底发现了一座古城。后来，央视组织团队3次下水考察，虽然没有公开水下画面，但是证实在水下发现了大量的古建筑城墙。而民间传说就更离谱了，据说水底有大量站立的尸体，男性前倾，女士后仰，跟着暗流摇摆，相当恐怖。要是在别处，还有可能是我看错了。这珠子在抚仙湖，那传说10有8九是真的了。我叹口气，生哥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不是翡翠珠，而是活尸天珠，有它在，才能吸收压制源源不断的湿气。只要珠子离开12个时辰，水底下那些尸体都要尸变上岸，到时候根本收不了场。你赶紧把珠子丢下去啊！活尸天珠听起来好可怕，生哥，快把珠子丢回去啊！对，我看过慕容主播以前的直播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你要听他的，快把珠子丢回去。我的老粉纷纷劝生哥赶紧丢珠子，生哥的笑意僵在脸上，什么东西啊？听见人家报价168万，就让人把珠子丢湖里，主播你是不是红眼病啊？对呀，好离谱，什么活尸，莫名其妙。楼上的你们不懂，我是当地人，我们抚仙湖真的有浮尸的传说。弹幕吵了起来，生哥一脸尴尬，捏着那颗珠子，视线飘忽。慕容妹妹，你说这是活尸天珠，你有其他证据吗？你不能一句话就让我把168万丢水里呀！我满脸严肃，你知道这为什么叫活尸天珠吗？它是活的，但是只要被它碰过的东西都会变成尸体。你钓上来的那条鱼是不是一条死鱼？生哥瞳孔瑟缩了一下，弹幕立刻有人回应，对，刚才的直播我看了，确实是条死鱼，都翻着白眼，鱼鳃也烂了一半。死鱼正口，收竿即走，这是你们钓鱼界的规矩吧？钓鱼人都知道，所谓正口就是鱼钩正好钩中鱼的上颚正中间，如果钓鱼时钓到死鱼还是正口钓上来的，说明水底有东西把鱼主动的给勾上来的，不吉利，要立刻离开这片水域，否则会出事。这个我不钓就是了，这也不能说明啥吧？
申哥明显的不乐意放弃这颗珠子，我耐着性子继续劝，申哥，活尸天珠碰过的东西都会变成尸体，仅是鱼，只要你拿着，你活不过明天。你看看手心，现在皮肤是不是已经发白发皱了？晚上子时一过，你就和水底的那些浮尸没什么两样。申哥低头看一眼掌心，吓了一跳，但是很快的，他又冷静下来。我这手刚才一直泡水里，发皱不是很正常。对，申哥，你别搭理他，这主播就是红眼病，见不得人赚钱。这样，我也不跟你玩虚的，一口价200万。你在抚仙湖是吧？我现在坐飞机过来1个小时，你等我。申哥没说话，但看他的脸色，显然疯狂地心动了。我急了，这珠子真不能拿，申哥，你啊，我这信号不好，你说什么？画面很卡。下一秒，申哥居然直接切断了直播，我再回拨过去，一直没有人接，气得我忍不住口吐芬芳。完蛋了，乔墨雨，出大事了。乔墨雨是我朋友，也是当代唯一的地师传人。地师，古代一开始泛指风水先生，后来就特指能观星的风水大师。乔墨雨精通占星定学，又能驱鬼捉妖，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此时他正坐在院子里，眼巴巴地看着我爷爷端上一大盆羊蝎子。看见我满脸着急地从房里冲出来，乔墨雨脸色大变，你干什么？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吃这顿羊蝎子。别吃了，活尸天珠，上万浮尸啊！我们要马上买机票去云南。我正买着票，爷爷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鬼的活尸天珠哦，哈哈哈，那都是你太爷爷编出来骗人的。你这大学生咋啥都信？乔墨雨呵呵呵呵的假笑几声，走到旁边端起那盆羊蝎子，满脸焦急。快走啊，还等什么？我们俩收拾好东西跑到停车场，乔墨雨在后座摇下车窗，他一手捧着大瓷盘，一手握着根羊骨头，啃得津津有味。我最近夜观星象，4星连珠，哎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应上了。我好奇地问，啥是4星连珠？4星是指土星、月亮、金星、木星齐聚，在西南方低空排成一条直线。4星若合，是为大汤，主邪虫并起，君子忧，小人留，是一种大凶之兆。这么不吉利，乔门主，那今天不会出事吧？世上居然真有活尸天珠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活尸天珠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那不是一颗珠子，而是一具尸体。万尸必出一亡，其中一具尸体吸收完其他尸体的怨念和煞气，会进化成传说中的尸王。但是现在因缘际会之下，孕育出了这颗万尸珠，一珠一王相争，那尸王已经和这珠子融为一体了。它在水下，其他尸体虽然供给它尸气，但也有压制作用。现在上了岸，子时之后一旦恢复真身，它的实力不会逊于鬼母。鬼母是传说中吃鬼子的那个鬼母吗？乔墨雨没回答，认真地吃着手中的羊蝎子。我踩了脚油门，一言不发，把车子开得飞快。等在昆明下了飞机，司机问我们去哪里之后，我打开手机，翻着最后一张截图。这好像是个风车。师傅，抚仙湖旁边有风车吗？司机探头过来一看，哦，那是墨斗山，在抚仙湖南岸，那地势很高，景一般啊。游客一般都是去玉溪市那个红宝石沙滩的，你们要去那里？其实我也不能确保申哥还在湖边，可乔墨雨坚持让我去湖边。他伸手指了指头上明晃晃的太阳。现在阳气盛，那珠子还得依赖水底的湿气，不能离开水边太远。他就算和珠宝商交易，起码也得等到有时太阳快落山的时候。乔墨雨让我和爷爷先去湖边找人，他要去市区里准备一大堆法景。记住，你们务必要赶在5点之前找到申哥，把珠子扣下，等我过来。我们坐出租车赶到魔斗山附近，沿着湖岸线开始找人。抚仙湖本来就是著名的旅游景点，湖边游人不绝，没走几步都能看见有人在旁边拍照片，铺着垫子野餐。眼见的都快4点半了，湖边游人更多，连申哥的影子都没看见。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心里很是着急。爷爷，要不咱分开找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爷爷倒吸一口冷气，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。疯丫头，快跑！我刚转头过去看，就见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猛地扑在我身上。我惊恐的转头一看，顿时哭笑不得。警察同志，都是误会啊！这会儿功夫，另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已经追上去把爷爷抓住了。他冷笑一声，压着爷爷的肩膀。一早就看见你们两个鬼鬼重重的到处盯人看，偷什么东西了？警察同志，真的是误会，我们不是小偷，我们啥也没干啊！爷爷舔着脸讨好的笑，把自己的情况解释了一遍，然后央求道，我们爷俩还有事儿，真不能去所里。警察同志，你放我一马行不行？我孙女是京大的学生，最好的大学啊，咋会是小偷？小月，你把学生证给他们看看。那你心虚成这样，蒙谁呢？你到这儿，该不会又是来做什么地下交易的吧？赵哥不耐烦的一摆手，我们两人被推着朝前走，眼见的离湖岸越来越远，爷爷忽然哎呦一声，握住了赵警官的手。我招了，我确实是来交易黑货的。我错愕的瞪大眼睛。他叫申哥，穿着白色短袖，戴着棒球帽，装成在这湖边钓鱼的样子。我反应过来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，爷爷的生活智慧可比我强多了。钓鱼的？赵哥，咱刚才前头是不是就碰见一个跟个胖子拉拉扯扯，神神秘秘的？好像是有这么个人。赵警官沉吟片刻，然后指挥我，
慕容月是吧？小周，你把制服外套脱了，带他过去接头。我们沿着湖岸走了几百米，太阳渐渐的西沉，天边却有火一般的晚霞，燃烧了半个天际。你看看，是不是前头那个？小周警官停下脚步，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躲在人群后面。我抬头一看，湖岸边那个压着帽檐的中年男人，正是申哥。申哥急得满头大汗，一边抹着脸，一边弯腰去捡地上的珠子。在他对面站着个矮胖的年轻男人，脖子上挂着个碧绿的翡翠佛弓，应该就是来交易的珠宝商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我说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想卖？你拖延时间，另外约了买家吧。珠宝商抱着胳膊，怒气冲冲地瞪着申哥。申哥着急地解释，王老板，你这说的啥话？你自己也看见了，这珠子刚才我都递到你手上了，它又滑到地上。这10几分钟，它一会儿在我口袋里消失，一会儿掉旁边草丛里，好像长脚了能飞似的，我真是见鬼了。申哥总算捡起珠子，做事要往湖里丢，王老板忙拉住他的胳膊。申哥也得意的一笑，虚晃下手臂，把珠子紧紧地握在手中，两个人凑到一起，又开始小声的交谈。周警官绕到前头，朝远处的陈警官打了个手势，两人一前一后，朝申哥包抄而去。申哥被两人轻松的制服，拼命的挣扎起来。警官，他手里那颗珠子就是罪证，珠子里有证据，我给你们看看。我边说边去抠申哥的掌心，申哥双拳紧握，躲到陈警官身后，气得额角的青筋一跳一跳的。警官，他冤枉我，他就是红眼病，见不得人好，我也有证据，我给你们看视频。申哥义愤填膺，王老板也跟着叫屈。两人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又打开手机给陈警官看刚才的录播视频。看见我说那是颗活尸天珠，让申哥立刻把珠子丢水里，陈警官的额角狠狠地跳了一下。啊，原来你就是申哥呀，我看完直播刚好在湖边找你呢。路人跟着大声的起哄。陈警官弄明白事情原委，放下手机，狠狠地瞪我一眼。你现在马上跟我去派出所。我不能去，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浮尸马上就要上岸了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一弯腰躲过陈警官伸过来的手，扑到申哥身上。申哥被我撞在地上，手心却还是死死地捏着那颗珠子。我不管不顾，一低头，狠命的一口咬在申哥手腕上。申哥发出一声惨叫，本能地松开手，翠绿的珠子滚落在地。我正要去捡，眼前忽然一闪，小周警官已经把那颗珠子捞在手里。把珠子给我。我扑到小周背上，他一手扭住我的手腕，顺势一个过肩摔，把我狠狠地灌在草坪上。围观群众爆发出哄堂大笑，还有人举着手机直播。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飘进耳中，我躺在地上，脑门上全是虚汗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转过身，惊恐的伸手指着湖里，快看，有浮尸上岸了。我本意只是想炸一下周警官，趁大家被吸引注意力的功夫，趁机抢回他手里的珠子。可是下一秒，我僵在原地，心头狂跳，脸色瞬间惨白一片。视线中有一道灰扑扑的身影，四肢僵硬，正缓慢地从水里爬上来。我抬头看向半落的太阳，天空上晚霞漫天，诡异的血红一片。原来这么快，已经5点钟了，呵呵，小妹妹，你这一招对我们是没有用的。周警官笑得肩膀抖动，握紧手里的珠子，转过身飞快地朝湖岸看了一眼。你谁呀？抚仙湖禁止下水游泳的。周警官面容严肃，朝那人大声地呵斥。那具浮尸走得越来越近，他低着头，穿着样式古怪的衣服，皮肤上好像沾了一层油，和衣服融为一体，往下支支沥沥地滴着粘液。我心头一惊，这居然是具蜡尸。所谓蜡尸，就是人死后处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，通常是在水中或者水分丰富的泥土中，身体脂肪变成蜡，流出体外形成的。蜡尸不腐不化，皮肤外有一层乳白色的蜡状物质，乍一看有点像石膏雕塑。那具蜡尸缓缓地抬起头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他好像是在蜡化的过程中被水流冲击过，脸上的五官全化了，都不在原来的位置。他的眼球像蜥蜴一样，几乎移位到了脸颊两侧，鼻子很突兀地长在头顶，鼻孔朝外翻看。最恐怖的是嘴巴，他没有上嘴唇，整个牙床暴露在外。蜡尸猛地扑过来，一口咬在一个年轻人的脖子上。人群瞬间乱了，大家尖叫着四处乱跑，发出哭喊声。快，把珠子给我！我扑到周警官身边去抢那颗活尸天珠，这次他没有反抗，微张着嘴站在原地，任由我把珠子拿走。陈警官反应过来，冲到前面想把蜡尸从人身上拉开，可他一伸手，那具尸体滑不溜秋，怎么都拉不住。被扑在地上的那个年轻人，脖子大动脉被咬断，血液喷溅，四肢抽搐着乱挥，把他弄到水里去，快！我着急地挥着手大喊。陈警官一咬牙，在蜡尸肩头重重地踢了一脚，把那具蜡尸踹翻了。蜡尸又挣扎着站起身，还想往前扑，这时候周警官也跟着接上去，他一手撑在陈警官肩膀上，身体凌空横扫，大力一脚把蜡尸踢飞。蜡尸落回水里，发出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。我激动地拍手，这一拍才发现珠子还在我手里，我忙一个助跑，高甩手臂，珠子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抛物线，掉进湖中。我的200万！申哥发出一声哀嚎，可又不敢跑到湖边去看，气得在原地跺脚。就在这时，陈警官身后的湖面上犹如开水沸腾一般，冒出无数气泡，然后气泡破裂，露出里面灰色的人影。我狠狠吞了口水，脚步慢慢的往后退。快，小周，先疏散人群。
2个警察还是很负责任，到这种时候也没有想着自己逃跑，而是分2头沿着湖岸狂奔，一边跑一边大声的呵斥让人离开。只是蜡尸咬人就发生在我们这一片，抚仙湖的湖岸线很长，其他角落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还在照常游玩，甚至好奇的走到湖边去看那些灰色的人影，直到上岸的蜡尸朝人群扑去，陆续有人被扑倒撕咬，大家才反应过来。所有人尖叫着四处逃跑，岸边乱成了一锅粥。漫长的湖岸线陆陆续续的都有蜡尸上岸，到处都有打斗嘶吼声，我捏紧掌心，一脑门子汗。完蛋了，爷爷，这要怎么弄啊？等等，爷爷还被铐在椅子上，他根本躲不开蜡尸的攻击。跑到长椅旁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见爷爷一手撑在长椅上，像跳山羊似的，来来回回定在长椅前后跳，一只蜡尸围着他打转。爷爷气急败坏，我四周看了下，找到一把翻倒在地的折叠椅，冲过去狠狠地砸在蜡尸身上。可这具蜡尸和之前的不一样，我用力的砸下去，他居然毫无反应，反倒双眼猩红，嘶吼着朝我扑过来。我转头就跑，跑了几步，迎面飞来一枚铜钱，铜钱嵌进蜡尸的额头，蜡尸轰然倒地。我激动地扑过去抱住乔墨的胳膊，乔墨宇走到旁边，随手掏了根铁丝给爷爷开锁。我给他把情况解释一遍，他脸色一僵，糟了，你把珠子扔回去已经没用了，酉时一到，阳衰阴盛，阴气滋长，那些蜡尸没有珠子吸收湿气，已经控制不住了。珠子又在阳光下暴晒那么久，短时间内阴气生不出来，消制不了那些尸体。他解开手铐，2手一掐手诀，喃喃自语，酉属阴金，金主杀伐，阳火克金有了。我摆一个是艮阵，把珠子放阵眼上，快速的激发他的阴气，你去水里把珠子捞出来。我瞪大眼睛，什么？乔墨宇耐心的解释，艮是大山的意思，是艮阵便是稀释山中恶鬼力量的阵法，我找个阵眼拔阴斗，把地下蕴藏的阴气吸出来，在阵眼上聚集，那珠子很快的就能作用了。我摆摆手，满脸惊恐，你是让我去水里捞珠子？对，那珠子经过你的手，和你之前有联系，你下水凭着心中的感应就能找到它。我把潜水装备拿过来，你准备一下。我快哭了，我真的不想下水，可是又感觉事情演变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自己也有责任。我咬着唇，浑身僵硬，动作机械地穿戴潜水设备。乔墨宇忙忙碌碌，拿着桃木剑和一堆令旗，一边清理蜡尸，一边抽空布阵，水浅则清，水深则绿。抚仙湖的湖岸边，湖水清澈见底，下头的鹅卵石清晰可见，可略向前1-2米，湖水颜色就陡然一变，成了宝石般的蓝绿色。我穿戴好设备跳进水里，潜水服隔绝了冰冷的湖水，一丝丝寒意依旧透过布料往里钻。我向下潜了几米，越潜越冷，身体忍不住瑟瑟发抖。在这个高度，水底是有光线的，可越往下越是漆黑一片，黑沉沉的水底仿佛潜伏着不知名的怪兽。我压下心头的恐惧，尽量的让自己平静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感受和那颗珠子间联系。很快的，我就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有一道温柔的女声在呼唤我，慕容月，慕容月，到这儿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游去。前面出现了一些散落的巨大石块，不远处是一座高台，像金字塔那样巍峨耸立在水底，只不过这高台的顶端是平的。看来民间传说是真的，这水底果然有一座古城。我绕着高台转了半圈，感应那颗珠子的位置，眼角余光处忽然有一个白影一闪而过。我心头一惊，忙转头去看，水底黑漆漆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，仿佛刚才的那一幕只是我的错觉。没事的，浮尸都已经上岸了，水底是安全的。我不断地安慰自己，继续绕着高台转圈，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洞口。我探头朝里看了一眼，眼前是一条狭窄的甬道，通向高台的内部。我对这种逼仄密闭的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，我本能的不想进去，可是那颗珠子就在里面。我一咬牙，腿一蹬，钻了进去，刚进去大半个身体，忽然后头有一股大力袭来，我感觉有人劈住了我的脚腕。我大惊失色，本能的拼命挣扎，挥手踢腿，一边踢一边朝后看。这一看才发现原来洞口有许多水草，恰好缠住了我的脚。我松口气，转过身解开水草，继续朝里面游。甬道进去没多久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这高台内部居然是中空的，那颗珠子就静静地躺在地面上，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发出莹莹的微光。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，我潜下去捡起珠子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忽然伸出一只惨白的手，用力地压在我的手背上。我抬头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对面是具女蜡尸，她的五官完好，漆黑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我看，嘴角还挂着诡异的微笑。我朝她脸上猛地砸出一拳，然后捡起珠子，没命地往前划水。刚冲进甬道里，迎面又撞上一张惨白的脸，口鼻歪斜，眼睛集中在中间。我吓得尖叫一声，嘴里冒出一大气泡。我只能又转回身去迎战那具女蜡尸，起码她长得好看一点，没有那么吓人。不过我只能勉强对付一个，2个一起上，顿时就吃了。在另一具蜡尸朝我扑过来时，我用力地踹出一脚，趁势身体往反方向一蹬，钻进甬道内。我拼命地划水，手臂摆成风火轮。甬道不长，按理说我早该出去了，可是不管游了多久，前头依旧是狭窄的长廊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我可能走错路了，
这高塔内部不止一个出口，甬道前头拐了个弯，左边居然是一间石室，面积不大，就10几个平方米左右。我游进石室，探照灯一扫，吓得我心脏瞬间一紧。石室里站着7、8个蜡尸，身体尖直，悬在水中，顺着水流左右晃动。完了，这么多，我这条命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巨大的恐惧席卷全身，我手脚发麻，眼眶都湿了。我僵在原地好几分钟，出人意料的是，那些蜡尸并没有攻击我，我这才恢复一点力气，好奇地凑到尸体旁边去看。凑近了拿灯一照，我才发现这些蜡尸和岸上的不同，他们身体上的皮肉被啃了大半，只余下森森的白骨，还有些缺肋脖少腿，四肢不全的。这是被什么东西咬的？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，我暗叫一声不好，这水底该不会有食人鱼吧？我立刻转过身朝外游去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一道巨大的黑影从黑暗中冲出来，狠狠地一头撞在我小腿上，小腿处一阵剧痛传来，我低头一看，腿上已经被撕开了一块皮肉。一条1米长左右黑黝黝的怪鱼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宽大的嘴唇，嘴边2条长长的胡须，这是条体型硕大的鲶鱼。鲶鱼食肉，攻击性很强，这条鱼在这吃了这么多死人肉，这是要把我当猎物了。我顿时一阵火大，我搞不过乔墨雨，搞不过蜡尸，连条鱼都跑来欺负我。我伸手在大腿上一摸，摸到一把匕首，这是下水前特意的绑在腿上防身用的。那鲶鱼在朝我冲过来时，我身体一转，猛地一刀刺下去，理所当然的没扎中，反倒是他一甩尾巴，狠狠地抽在我后腰上，我整个后背都麻了。我又痛又气，脾气上来，发狠一样的冲回去，举着匕首一阵乱挥乱刺，好像刺中了，因为水中迅速的有鲜血弥漫开来。我脑子很乱，只凭着本能发疯，等冷静下来再看的时候，那条鱼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在石室里转了一圈，发现石室最里侧的墙壁上也有一个洞，我没多想，钻进洞里，往前游了一段路。幸运的是，我赌对了，我从石台里出来了。不幸的是，眼前有一大群鲢鱼，有悠哉悠哉的在水里摇摆的，也有把半个身子往泥地里钻的，我好像来到了他们的老巢。双方都愣了一秒，有几条鲢鱼快速的朝我冲来，我完全提不起打斗的心思，拼了命的往湖面上游，后背被撞得哐哐响，水面的亮光离我越来越近。终于，我从水里窜出来，摘下面具，大口大口的喘息。乔墨雨翻个白眼，随手朝湖面上丢过几张符纸，轰的一声，一连串雷光闪过，我半个身子都麻了。我拼尽全力的游回岸边，瘫倒在湖岸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乔墨雨从我手里接过珠子，拿符纸包了，放到前头一棵大树下。他念诵了一大串咒语，很快我就感觉阴风四起，气温骤然降好几度。那些蜡尸也不再攻击人，而是僵在原地，身上冒出无数白线，连到那颗天珠上面。慢慢的，所有的蜡尸一个接一个的往回转，走到湖边，像下饺子一样，扑通扑通的往湖里跳。我还以为慕容月是骗人的，没想到真有2把刷子。对呀，那个生哥是不是有毛病，这么不听人劝？看看现在死了多少人。生哥也被蜡尸咬伤，脸色惨白的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乔墨雨收回珠子，松口气，大家赶快拨打120叫救护车，他们只是中了尸毒，还能救的。只是最开始那个年轻人就不回来了，他是被咬破大动脉，失血过多而死。我们收拾完残局，大家对我们千恩万谢，还要给我们送锦旗。这次蜡尸上岸，目睹的人太多，网上到处都是视频，根本瞒不住。乔墨雨神情严肃，活尸天珠不会无缘无故的上岸的，鬼门关可能有变故。